漂亮小姐姐，需要搭顺风车吗？你怎么来了？今天不是限号吗？我接你回家呀。每星期都限号，也没见你来接我回家呀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2期融资的项目有眉目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亲自跟的。那我们得好好庆祝一下。必须的嘛！带上朵拉一起庆祝。去哪儿啊？走着。好。真哥，我的幸福生活可就全靠你了。哼，宋思年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哎，你在家呀？老婆回来了。今天好累啊！哎呀。啊！你怎么了？腿抽筋了。啊？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今天开了个人，有点心里不舒服。你开个人那是家常便饭，这是你工作呀。但是这次不一样，这次我心里面真的很难受。你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不难受，抱。不难受。啊，老婆跟你说啊，这种事儿问心无愧就行了啊。哎，你好好歇会儿，我给你做好吃的啊。这么难受吗？啊，有点麻。这么难受，吃点药吧。嗯。来，老婆，先喝汤。谢谢。老婆，今天晚上我想回屋睡。你回不回屋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啊。哎呀，还是我老婆疼我呀。今天晚上呀，我还想什么呀？啊，我晚上想什么呀？我告訴你啊，李俊龍，在咱倆沒有計劃好要2胎之前，你必須得有安全措施。沒問題啊。這麼爽快。這個給你。什麼呀？明天開始我也吃。這不是我們要朵拉的時候用的嗎？對呀，所以朵拉才又聰明又健康。哎，不對呀，這個葉酸要用半年多呢。對呀，所以我們就要從現在開始吃嘛。而且我們2個人年齡都不小了，都要調整作息。你呀，少玩遊戲啊，少熬夜，少吃油膩。我呢，減輕工作量，盡量不加班。當我們2個人把身體調整到最佳狀態的時候，我們就……哎，至於嗎？不就生個2寶嗎？隨遇而安唄。那不行，我要讓我的孩子在孕育的階段就要比別人強。思寧啊，你這個人什麼都好，就有的時候做事兒吧，太認真、太計劃、太刻板，我真的受不了。李俊龍，在要2寶的問題上，你必須得按照我的步驟。那本來一個甜蜜幸福的事兒，被你弄得跟完成指標似的。那我回去睡覺了，你也早點休息啊。思寧啊，如果你覺得不管是從生活上，還是從你個人健康情況上，都不適宜要2寶的話，那就堅持不要。我倒是，哎呀，也不是不想要，我只是覺得，如果你要就應該準備好踏踏實實的生。可是俊龍呢，是個孩子脾氣，
他一旦决定的事情就得立刻執行，1分鐘都不能耽誤。那10月懷胎，受盡折磨的還是我们女人，尤其是要生2寶的媽媽，年齡普遍都增大，還要面臨工作和養老的雙重壓力。很多人生完了2寶之後，許久狀態都恢復不過來。我診所就不少得產後抑鬱症的2胎媽媽。我覺得這個孩子是家庭的紐帶，你家這條件生個2寶那不叫事兒。但至於這生養問題嘛，既然你們家李俊龍已經大包大攬的承諾說，照顧孩子的所有事宜都由他來負責，而你就只管生，幹嘛不生呢？可是我知道你現在想想都覺得頭疼，但是生完沒什麼可怕的。你們家老大怎麼養的，照原樣複製一遍，不就 OK 了嗎？照原樣複製一遍，你說的輕鬆。5年前我多大？現在我多大？对了，昨天计劃執行的怎麼樣啊？哎呀，別提了，所有的套路都被我老婆識破了。哎，還小吵了一架。哎呀，俊龍，這個生2胎的事兒吧，你不能總是跟你們老婆2個人憋在家裡商量，你懂吧？那永遠都是1票對1票，永遠不能決定誰聽誰的。足球俱樂部都得找外援的，你也得找外援。親朋好友什麼的，發動，少數服從多數啊，輪番轟炸，逼他就範。是，昨天晚上我就想好了，啊，以他的段位，我一個人跟他死磕，那是找虐。我準備採用 B 計劃，就像你說的，找外援。我手上有2張王牌，只要這大小貓一出一個王炸，搞定他。哎，這小貓是你們家朵拉，這大貓是誰啊？我不告訴你。嘿，哎，俊龙，怎麼了？媽，我一個人在家裡看着朵拉的照片，我心裡就不舒服，難受。朵拉出什麼事兒了嗎？朵拉她的同學吧，都有弟弟妹妹，可是朵拉一個人孤孤單單的，我總覺得她童年缺點什麼。我還以為怎麼了？媽，你說我們家裡這條件，要是再生一個2寶也不費勁，你說萬一湊個好字，那不更好嗎？是不是啊？當然了，你要是個女孩，我也喜歡。朵拉又多個妹妹，多開心的事兒啊，是不是？你要知道，這個生孩子是很傷女人元氣的。這回思寧只要負責懷孕跟生、陪孕檢，啊，坐月子，啊，餵奶、哄孩子睡覺，我可以對天發誓，這回思寧只要負責生，其他所有的事情我全搞定了。那好吧。我跟思寧說，家裡多個孩子也是好事兒。那可不是嘛，那是天大的好事啊！媽，這是我們愛情的結晶。行了，這事我知道了，支持你。媽呀，你真的太好了，你通情達理，覺悟高啊！媽，你高。行了，別哭了啊，回頭我跟思寧說。哎。1哭2笑3搞定，大貓已經搞定了，就剩你這個小貓啦。宋思寧，你就等着我這個王炸吧。哎呀，演得還行，哼。好吃嗎？好吃，謝謝爸爸。哎，朵拉，你看這個小弟弟，可不可愛？朵拉，你之前不是說要個小弟弟小妹妹嗎？要不你回家跟媽媽說，我想要一個小弟弟小妹妹，好不好？我不要。不要？你不之前想要的嗎？怎麼就不要了呀？我現在又不想要啦。春妮弟弟老搶到好吃的，他媽媽老護着弟弟，春妮都不開心了。在我們家不會發生這種事情，爸爸媽媽最疼愛朵拉了啊！你回家你就跟媽媽說，跟我生一個小弟弟小妹妹陪我玩，好不好？我不要。
朵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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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回事？我不要，我就不要弟弟妹妹。你不是之前说的吗？弟弟妹妹好玩。前天西西被他弟弟打破了鼻子。哎呀，这种事情在我们家不会发生的。你想想，你这春妮跟西西都有小弟弟小妹妹，回家以后都能陪着玩。你呢，回家以后一个人孤孤单单的。我不要回家看动画片，一点也不孤单。那爸爸妈妈非得给你生个弟弟妹妹呢？我不要，我就不要弟弟妹妹。好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好了，不要，好不好？那我不要我就不要了嘛，好吧？好，不哭了。啊，好，不哭了啊，好，不哭了。好了，不要了。小猫没搞定，就一张大毛，怎么跟宋思宁这老地主斗呀？谢谢啊，思宁，陈总，你找我？嗯，先坐。什么事啊？好事儿。什么好事？我们分部负责人事和行政的副总经理蒋斌，他马上就要退休了，总部那边希望讓你來接替這個職位。真的假的？現在目前呢，高層正在研究，總之10有8九吧。除了武志國正在猶豫以外，其他的什麼董事、高層、副總，基本上全部都是支持你的。那如果真的可以往上走一步的話，就太好了。我會全力支持你的啊！謝謝英姐。不過目前這事兒還屬於高度機密，也就是咱倆關係，所以我先透風給你，但你就當不知道，繼續行事低調。後面由我來幫你運作這個事兒。明白。呀，有喜事兒是吧？嗯，有一個好消息啊。然後呢？然後就是現在還不能說。嘿，神神秘秘的。陈總，什麼玩意兒？關總派人送來的，您今晚出席活動的衣服。今晚？行，你先出去吧。爸爸，我能包還你的手機嗎？可以。慢點口吃完。慢點。哎呦，啊！朵拉，只能玩10分鐘啊。思寧、俊龍，你們那個事兒準備的怎麼樣了？什麼事兒啊？就是要二寶的事兒啊。我們在準備中。準備？你還要準備多長時間呢？不是，爸，你改善作息、飲食啊，我們得健康備孕啊。扯啥呢你？哦，那要準備多久啊？快了，是吧，孫女？快了啊。嗯，是，還要準備一段時間。現在一切都在有條不紊的進行當中，啊。思寧啊，你是不是還有什麼顧慮呀？其實也沒有，主要是我的年紀大了，需要調整一下身體。哦，你要調整到什麼年月呀？你這不越來歲數越大呀，調整。也是，啊，哎呀，是吧？朵拉，爸爸媽媽如果給你再生一個小弟弟或者小妹妹的話，你願意嗎？我不要，生弟弟妹妹還不如給我養條狗呢。你們不許我養狗，自己卻要生小弟弟，不公平。爸媽，你看，朵拉其實對這件事情呢也有排斥，所以我們不能着急，得慢慢來。哎呦，您可真逗，這孩子話你也信吶？哎呀，爸，朵拉也是家庭裡面的一員嘛。就前2天，我跟俊龍去參加我的一個朋友孩子的慶生會。是嗎？您猜怎麼着？
哦，就是因为爸爸妈妈没有跟老大说他们要二宝这件事情，结果老大当时闹得可凶了，哦，真的差点出人命。哇，说明书呢吧？不信你问俊龙呀。是，有这档子事儿，但是他们家闺女吧年纪大了，懂事儿，不像朵拉这么小，所以我们家这个事儿吧，我们大人商量着来呗，啊，商量着来。但是妈爸，我们家这条件要是再生二宝的话，确实有点费劲，我跟俊龙还得在工作上调整调整。怎么调？你们条件还不好吗？你每个月赚的还少吗？但是我们2个人开销大呀，你说朵拉的教育、朵拉的学费，还有房贷、车。行，嗨，就这个问题啊，我跟思宁每天都在讨论如何解决。我们今天聊点其他别的啊，聊点别的，好不好？我知道。那你吃2口嘛。我吃饱了行不行啊？别管他，咱们吃。关总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小怪，老领导，您亲自大驾光临，实在太给面子了。恭喜恭喜呀！老领导，好久不见你了，看上去气色还是那么好，而且硬朗了很多哎。你们2口子气色才好呢，结婚这么些年还是这么恩爱。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行。你回来。你说你干嘛？你吃饭就吃饭吧，在家说什么条件的事儿，你把我爸气的，饭都不吃了。哎，再说了，我家很穷啊。我不就是话赶话说到那儿了吗？再说咱家确實也不富裕啊。你什麼意思呀？就是我沒把你跟朵拉養好唄。我不是這個意思啊。不是，你難得回家吃個飯，你幹嘛招他倆呀？你就啥事跟他們樂呵樂呵就完了唄。我就是闡述了一下我對生二胎的觀點。你有什麼事先順着他們唄，讓他們高興高興不就完了嗎？你非得跟他們犟。那也是你媽把話題引到那上面的呀。那我沒說不生呀，我順着他們說了。那老爺子氣得不吃飯了。哎呀，我说，他今儿在那個飯桌怎麼回事？你沒聽明白嗎？他不就嫌他們兒子賺的少嗎？生了二寶養不起。那誰知道？回去你告訴他，他生下了二寶，他養不起，抱過來我養。剛才餐桌上您怎麼不說呀？我怕嚇着孩子嘛。嘿，你看看他這住那房啊，開那車呀，哪樣不是兒子給買的？你這個當借口，這惡心人吶！要不然，就照你說的那樣，就這麼定，啊，生了孩子以後他養不起，抱過來咱們養，就當這個孩子生下來就沒有媽，行吧？小點聲。爺爺。哎，爺爺來了。你可真行，在家把人家一桌子菜飯都忙活好了，跑我們這兒來大吃二喝了。媽，你這話說的，不是你給我發微信說爸燉了糖醋排骨讓我回來吃的，你們是不是想我啊？哎，他們倆住你們家，影不影響咱們朵拉呀？怎麼能不影響？非帶壞不可。要不這樣吧，你甭等星期一了，你一會兒就把我的大孫女接來。什麼時候那一對男女離開了你們家，你再把他送回去，好嗎？這是幹什麼呀，爸？你說好的周末回家的，你們疼孫女兒，我們就不想女兒了。再說了，他跟那個舅舅舅媽呀玩的都挺好，你們啊多慮了啊，多慮了。
哎，他们俩在你们家影不影响到你们要二宝啊？有点儿。有点儿。那肯定了。你给我实话实说，这招是不是你媳妇儿耍的阴谋啊？什么阴谋？她不想生二宝，所以就想尽办法把她的弟弟弟妹叫到你们家去住，破坏咱们家生二宝的计划。妈，你不是最近给爸看那宫斗剧看多了呀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给我记着，警告他，他如果用这个阴招来逃避生二胎，不是这我就不饶他，是不是？爸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你现在上家，你把思宁骂一顿，把那对夫妻赶出门，行吗？你牛，你能耐。不是你这么，那你又怎么样？哎，能不能少说一句？你也是一着急，什么话都往外撂。别老挑思宁的毛病，行不行？她是我媳妇儿，跟我过一辈子呢。那我老了病了，谁照顧我？不是她吗？你们也是，老了病了，我腾不开手，也是她照顧。那家庭嘛，它本来就是这样，你挑刺儿挑不完没完，你肯定得包容它嘛。爸，我跟你说了二胎的事儿，我提上日程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它办了。还有就是，你们现在就安心把身体养好，其他的有空帮我带一带二胎，那就感谢天感谢地了，是不是？你都这么说了，咱还说什么？说的挺好，我要等你的结果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这顿饭吃的。你今天回家，爸妈没说什么吧？哦，没说什么呀。我爸让我回家吃糖醋排骨了。哦，是吗？那就好。哎，还是年轻气盛啊！过分，在别人家也不知道收敛一点。新婚燕尔的，很正常，可以理解。我现在特别后悔答应我爸让我弟过来住。都是一家人嘛，不要为已经发生和无法纠正的事情去纠结，好不好？谢谢老公。我睡不着，跟爸他们睡啊。好，你居然可把爸给吓着了。行，哎，你跟朵拉睡吧，我去那边看看啊。你看什么呀？行，你去吧，去吧。哎，朵拉，闭眼，闭眼。来吧。真的别闹了，闹了，我这正经事儿。走开，真的，快睡觉吧。这样你睡得着？你什么就走开，快点睡。你要干嘛？哎，没动静了。我都敲了好几遍了。有完没完？哎呀，思宁啊，你明天跟你弟说一声，啊，这朵拉回来的时候，让他們收斂一點。我都想讓他們現在走。這不現實，自己扛下的鍋，含淚也得背下去。討論一下，咱們集團北京分部主管人事和行政的副總蔣斌退休以後的接班人選。目前呢，董事會已經提名了2個備選人，一位是人力資源部總監宋思寧，一位是理賠部主任杜飛。那現在是不是應該按着流程進入民調了？當然。其實這2位候選人能力誰高誰低，大家應該心裡都有數。是。不過，思寧啊，哎，吳總，最近你是不是在備孕呢？是，我們是有這個想法，但是還沒有確定。哼，吳總，人家家裡生不生二寶跟你有什麼關係啊？
难道你是着急备份子钱？我呀，就是担心啊，思宁备孕以后啊，那她还有这个心思和精力胜任这个副总的位置吗？怎么就不可以了？怎么了？女人生孩子会影响工作吗？不就是刚生下来那1-2个月的时间而已。哎，那如果是杜飞就不一样，那起码这1-2个月她不会耽误工作呀。吴总，你这是在公然歧视女性员工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男性员工就可以省下来生产的这2个月的时间了？那我请问你，你老婆生孩子的时候你不在身邊啊？你老婆坐月子的時候你沒有去陪着她？我這可都是利用下班以後的時間。哎呦喂，那你老婆都沒有跟你離婚，也算是真愛了。不是，吳總，你老婆願意在家裡面當家庭主婦，那是她樂意，我也管不着。不過你看看公司，多少女員工一出月子就來上班，你看不見嗎？你不知道多少女員工哺乳期上班，她們帶着吸奶器、儲奶罐，為什麼那麼拼啊？不就是為了堵住你們這些大男子主義的嘴嗎？我們都已經做到這個份上了，你還拿這些當理由、當借口來抨擊別人？吳總，難道你是想激起公怒嗎？不是陳總，我就是隨口那麼一問。您這隨口一問，恐怕有點太失您的身份了吧？吳總，我們可以進入到下個議題嗎？當然，繼續吧。啊。什麼情況？你不會真的想要生2胎吧？是有這個打算，但是沒說非得今年呀。也不知道吳總是從哪兒聽來的消息。哎，這事兒你可要想清楚了。你要是真不小心懷了孕的話，那你就徹底跟副總這個職位擦肩而過。我明白，機會擺在眼前，我分得出來輕重緩急。你說生孩子多難受啊！他們男的站着說話不腰疼，特別是像武之國這種歧視女性的人，拿這種事兒來搬弄是非。哎，你說女人給他生孩子，他還把女人當附屬品，只要女性幹得比他好，他就不服氣。所以我告訴你，你一定得想清楚，不要讓這些人找到你的空子啊！還有，你說你都這個年紀了，你再去生個2胎，到時候反而對你身體不好。你看我就從來沒有生過小孩，所以姐這身材，對吧？擺這兒就2字兒，完美。放心，我心裡有數，完美。太過分了，都什麼年代了，居然還有這種歧視女性的人渣！我現在就過去大嘴巴抽他一頓，教他重新做人。我現在頭疼是我弟和我弟妹，你說他們來我家沒幾天，我這整個人都要炸了。當時就不應該答應你吧？現在好了吧？把燙手的山芋留在家裡了。你看我們家老謝，從來不讓親戚上門。他們不是說過渡嗎？你趕緊讓你弟去找工作呀！只要找到工作了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順的讓他們搬家了。是呀，我現在就是希望唯一可以順利的找到工作。就是心太軟了，總給自己找麻煩。你呀，你就萬幸你找到個好老公，都這樣了還不帶跟你生氣的，還給他們做飯吃。就衝這一點，我雙手給李俊龍點讚。我也是，龍哥威武。也是哈，他這樣我都願意給他生100個孩子。但是現在問題是，怎麼所有事都趕一塊兒了呢？你說我弟和我弟妹來北京找我，然後公司呢又是競爭這個副總，而且競爭已經到了白熱化。哎呀，這麼多呀？你以為呢？養孩子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，這我還沒有仔細算呢。我們2個人生第1胎，誰都沒有經驗，誰不是摸着石頭過河？但是我們必須得完成這個歷史的使命。如果要生第2胎的話，我們必須就要計算成本，這些只是硬件成本，軟件的我還沒算呢。我指的就是教育成本。你就是要跟我說多元教育是吧？不是我要說，是社會的大趨勢。
誰家孩子不是早早的就进入到了起跑线呀？亮亮家的孩子从小就是舞蹈、鋼琴、英語，每天司機接送，人家家裡什麼條件呀？再說了，很多父母为了孩子能夠全面發展，早早的就把錢攢下來，以咱家的財力，同時給2個孩子提供多元教育，可能嗎？到時候你想放棄誰？說來說去，就是經濟問題。其實不光是這個問題，主要還有我的經歷。5年前我多大呀？你別小看這5年，我們2個人都不年輕了。生了孩子，從懷到生，再到養，再到我身體的恢復，真的要牽扯大把的精力。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。如果我們顧孩子，就顧不了事業；不顧事業，就沒有錢賺。沒有錢賺，你拿什麼去養孩子？說來說去，核心就一個字兒：錢。四娘，如果說在短時间內我挣到了你所謂賬單上的這些錢，而且前提是不降低我們生活標準，這個2寶你生不生？你跟我說實話吧，你非得要2寶，是對朵拉失望了，還是對咱倆的婚姻有什麼想法了？我对朵拉的愛是可以用生命去維護的。1個孩子我有信心能夠教育好，如果2個孩子的話，我真的沒有信心。你為什麼總要規劃孩子的未來呢？我們是他的家長，我們不給規劃，誰來規劃？可你規劃的道路，孩子他未必喜歡呀。就現在，朵拉這麼小，已經被我倆逼的，會當2面派了。什麼意思啊？你還記得嗎？那天聯歡會，我們接她回家的路上，你要給她報書法班。我記得呀，當時她說她不要上，她要上美術，不就給她報美術了嗎？那她都是欺騙你的，她為了不讓你不高興，言不由衷的話。言不由衷？那天晚上我哄她去睡覺，她親口跟我說的。凱蒂和她的貓咪麗麗。爸爸，你要報美術班了嗎？報了呀，錢都付了。怎麼了？爸爸，你別跟媽媽說，其實我不喜歡畫畫。啊？我不喜歡畫畫，也不喜歡寫字。其實我怕媽媽生氣，所以我就假裝說喜歡畫畫。爸爸，你別跟媽媽說，你能偷偷的讓我不上美術班嗎？行，你不想上就不上呗，爸爸不勉強你。啊？謝謝爸爸。雖然這是童言，我這個當父親心裡聽的真的不是個滋味。他為什麼不自己跟我說呢？他怕你不高興嘛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說，他為了哄我，所以假裝說他想上美術班？可不是嗎？朵拉被你逼得情商都高了。我的教育有這麼強勢嗎？緩緩吧，思寧。我覺得朵拉在教育上最重要的應該是品德跟思想上的。你給她上再多的培訓班，她品德思想上出現問題，那是我們教育的錯誤跟失敗。反正我希望你生2寶，沒有其他的意思。最主要的，也希望你能在家跟她緩和好關係嘛。反正就一句話，你要是生2寶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，你不用操心。我沒說我不願意生，再說我已經答應你父母了，我肯定是會做到的。而且我現在也在調整我的作息。咱們先別說什麼升不升職的事兒，只要你的工作有起色，咱們攢一筆生2胎的費用，我就生，行嗎？一言為定。哎，賺錢這事兒對咱來說不叫事兒啊。洗澡去了。
老官，找我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啊？铁福，你怎么了？呀，不是你打架了？对，跟谁啊？我下午去养老院看老王嘛，那边有个护工就是一个畜生，在虐待老王。我有时候在想，你说人活着这一辈子是为了什么？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忙忙碌碌，白天黑夜，我总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像个无头苍蝇一样，没有任何支点。我知道你心里护着老爸，但是你也想想，你说你都多大年纪了还去打架，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呢？怎样？咱俩生个孩子吧。不是你突然说生孩子干嘛？为什么？我下午去看老王，我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躺在那儿，他们随便虐待，什么也不敢说，也不敢闹。我心里特別難過，我就想到了我們兩個人將來，萬一我們倆老了，那個感覺幾乎是一模一樣，非常淒涼。我當時我就在想，我們必須得要個孩子。你給我打住行嗎？我想你應該還記得，結婚之前我跟你說過，我爸爸很早就把我媽給拋棄了，走了。我媽就這麼年輕，就一個人含辛茹苦的把我一個人帶大，對吧？那些委屈，那些艱難的生活，我真的到現在為止我都歷歷在目。我媽特別年輕的時候就落了一身病，不到50歲的時候，整個人身體都垮了。我一想到那些，真的，我那時候就想過了，我陳頌英以後絕對不會要小孩，因為我不想給自己添麻煩，我也不想給小孩帶來麻煩，所以你別跟我提孩子行嗎？而且，我懂你心裡的苦，我也懂你心裡的恐懼。相信我，我跟你爸爸不一樣，我會對你、對這個家、對孩子負責任的。哎，你別跟我說這些，你不要給我打感情牌。我不要你給我負責任，我對我自己負責任就好了。冠珍，你聽好了，我不想跟你鬧了，我今天特別累，我把話跟你說前面了，我絕對不會給你生小孩。我希望今天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後一次，以後再也不要跟我提這個事兒了。怎麼了？發什麼呆啊？我今天去看唯一住的地方了，地下室。嗯。我越想越心酸。你說咱姐姐姐夫都在呢，要不然把他們叫回來。我也心疼他們。但是宋唯一被慣壞了，得讓他吃點苦，讓他體會體會生活的不容易。電話。呀，喂，英姐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嗯。誰啊？英姐。大半夜給你打電話幹嘛？他跟關總吵架了，心情不好，想讓我去陪他。哎，你說，我就想過個夫妻生活，
趕上唐山取經，99811難了呀！哎呀，太難了。老公，最近呢是竞選副總的關鍵時刻，英姐很重要。老婆，你啥时候可怜關心关心我呀？她肯定特別難受，否則不會給我打電話的，所以我得去。去吧，你就讓這顆破碎的心在這兒慢慢的枯萎啊，枯萎。哎呀，我欠你一回啊！筆記本都記不下了。你聽話啊，欠你一回。早去早回。好的，我現在換衣服去了啊。哎呦，我就想生個二寶，怎麼比登天都難呀？沒事吧？沒有什麼事兒。來的時候心情超不好，不過一到這兒之後就卷一拍啊！還有這幫小帥哥、小姐姐的叫着，頓時什麼煩惱都沒有了，賊嗨啊！你還是少喝點吧，那幫小帥哥沒準都是奔着你錢來的。什麼意思啊？難道不是衝着我顏來的嗎？顏也是很重要的。其實吧，不管他們是衝着什麼來的，不過在這兒吧，就覺得超輕鬆，因為誰也不跟誰耍什麼心機，誰也不會套路誰，對吧？對，沒錯。那你跟關總為什麼吵架呀？你都來這兒了，你聊什麼關真啊？我今天晚上不想跟他說啊，不想提他，也不想聊他。關真今天就是犯神經病啊，我都懶得搭理他。好好，不問了，不問了啊。來，走一個。我跟你說，還是女孩好，有那麼些男的很不靠譜。喝一個。你知道嗎？現在的男人吧，有一些還是在靠女人吃飯。你說他們吃飯就吃飯，還自以為是，這到哪兒說了去啊？形容的好呀。不過，我不是在說我们家關真，他不是，也不是在說你們家呂俊龍也不是啊。對，來，乾杯。我們家就有一個自以為是的。少喝點吧，還是？姐，我們跳舞唄啊！啊，行了，那我去跳舞了啊！哎，一起來呗！我不去啊！姐來吧，姐，我走啊！走呀！行，走吧，走吧，姐。啊，不喝了，不喝了，我要先把酒精挥发一下再喝啊！行。观众来，放动啊！哎，老友。来，多买2杯的。快啊！我跟你说，3杯啊，3杯对。夫妻2人在一起久了，真的會像英姐他們那樣嗎？回來了。
没睡啊？你不回来，我怎么睡得踏实？哎，不能喝酒，我们现在是背运气了。哎，起来。哎呦，哎呦，喝多少？蜂蜜水，暖胃解酒，啊，喝点，喝点，乖。再喝一口，再喝一口。嗯，真好。那是你会挑。你会一辈子都爱我吗？一辈子太短了，我要爱你10辈子、100辈子、1000辈子、10000辈子，永远不分开。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其实我也想早点要个2宝。老婆，我也知道你在担心什么。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啊。现在呢，有好几家投资公司找我，我正准备2轮融资，希望很大。哇，可以了，重吗？有点儿。审计部，上个阶段的审计报告出来了吗？吴总，昨天下班前才出来的。为什么没发到我邮箱啊？我昨天不太舒服，走得早，回到家里面，我老公也不让我上网，怕辐射对孩子不好。那我今天开会看什么？我口头汇报行吗？上个季度，妈呀，天哪！你怎么流水了？慢点，慢点，水。来，坐下，坐下。哎，不，你別愣着了，趕緊叫救護車呀！慢點啊，思念，我害怕，快把我老公叫來。好的，好的，你別害怕啊，平穩呼吸，平穩呼吸啊，快給我老公打電話吧。來，快解鎖。慢點，開。我怎麼就停槍了呢？我的孩子會不會缺氧呀？不會的，放心吧。來，讓一下，讓一下。我堅持不住了，快點。加油啊，堅持住。堅持不住了。孫總，這是怎麼了？羊水破了，快生了。車在那兒，來了，快，來，小心。這生活也太難了吧？你說說，啊？這都要生了，還來上什麼班啊？不是有產假給他們嗎？現在搞得所有人都手忙腳亂的。這要真把孩子生在公司裡，我們怎麼跟他家裡人交代？這簡直就是對自己不負責任，對孩子不負責任，對公司不負責任。你這樣，下午啊，你代表公司買一束花籃送到醫院去，千萬別再出什麼意外了。好。Hello， 健，怎麼了？哎，對了，
那个陈思思怎么樣了？生了嗎？哪那麼快呀？才開2指，不過她老公已經去了。就剛才開會那會兒，就只開了2指，就疼成那個樣子。我的天哪，這也太恐怖了吧！這已經很快了，誰像你啊，這麼有福氣，沒有經歷過生死考驗。我有的時候真是不理解，那些願意生2胎3胎的女人怎麼想的呀？你說生孩子這麼遭罪的事情，他們可以複製着1遍、2遍、3遍，這些人是不是有受虐傾向啊？啊！我以前沒發現你這麼八卦呀。這不是八卦，這是感慨。哎，我實在是不明白，女人為什麼要去受那麼多罪，去幫男人傳宗接代呢？啊，你說生孩子前面吧，浪費時間，無法工作。然後生的時候吧，這麼疼，而且還會身材走樣，生完了，對吧？影響工作不說，還可以有的時候會沒有了自我。他們就算受這麼多罪，他們還要去給那些臭男人傳宗接代，怎麼想的？百思不得其解。如果每一個女人都是你這種想法，那人類就該滅絕了。我就是搞不懂，我前2天是有毛病嗎？非得去網上搜什麼大連女青年懷孕的帖子，現在想想簡直是愚蠢。你說你搜什麼帖子呀？沒有，我就是不小心劃過。哎，是不是想給關總生娃了？姐年輕的時候沒給他生，現在給他生，我還沒有愛他愛到這個程度。哎，你跟我說實話，前2天你們倆吵架，到底是不是因為這個事兒？他吧，看見他們公司那個老王去療養院之後，因為沒有孩子照顧，很可憐，所以就跟抽了風似的，非得要我給他生個小孩。那人家這也不算抽風啊，你們2個人沒孩子，人家想要個孩子很正常。不是，那得考慮我多大了呀？現在這個年紀讓我生小孩多危險啊！他想都不想的啊！我甚至懷疑他圖謀不軌。要是我在生產過程中要是有個什麼意外，哎，省得他跟我打官司分財產。你這想法太誇張。誇張歸誇張，不過啊，之前對生小孩這個事兒我是害怕，現在是害怕到厭惡。你真的不用害怕，你看我生完朵拉之後不也挺好的嗎？你生朵拉的時候是多大呀？站着說話不腰疼。再說了，你們有父母可以帶啊，就算你生2胎3胎，他們都可以幫你們管。我們情況不一樣啊，我媽死得早，我爸不知死活，難道還指望關真他父母嗎？他倆自個兒照顧自個兒都來不及呢。但是以你們的條件，完全可以找阿姨。你放心把小孩交給阿姨啊？反正我是不放心。那你現在跟關總什麼情況？冷戰唄，他已經很多天沒回家了。不過也無所謂，甭管他回來還是不回來，我們一個樓上一個樓下，根本也見不着人。反正這輩子我跟關真也就這樣了。找我就說這事兒嗎？沒有啊，我剛剛路過，正好看見你回來嘛，我就過來看看。哎，對了，我一直看見你在那兒摸你的腳，不會是用你摳了腳的手給我倒的這水吧 ？No， 我沒有摳腳，我是在揉腿。不能隨便喝別人的水，吃別人的東西。我媳婦兒懷孕9個月了，這眼看着就到預產期，你們公司還讓她天天加班，讓她做季度審議這麼繁重的工作。不，你們知不知道，你們這麼對待一個孕婦是嚴重違反勞動法了。現在知道我媳婦兒早產。怎麼了？哦，這是那個昨天生孩子的女主管的老公過來討說法。討說法？其實他人昨天就來過了，我看他情緒不太好，沒敢讓他上去，然後請示過愛君姐，不過他就只找了公關部的人下來應付一下。這不，人家今天就帶記者上門討說法來了。昨天我自己這樣，我在這等了整整1天啊！
你们可倒好。宋总，我找您半天了，吴总说让您解决一下问题。我们又不是公关部。吴总说了，这不是什么对外公关，这也涉及到人事问题。还有陈思思生孩子的时候，多亏宋总您出面好说话。彻底曝光你们。好啊，把她老公请到接待室。麻烦您了，宋总。王林，你得在呀，你的身份直接代表吴总，有你在，我好说话。你好，我是人力资源部的宋思宁，你有什么事情就跟我说吧。宋思宁，陈思思早产，多亏了您吧？也没什么，我呢生过孩子，稍微有一点经验。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，你们的孩子已经足月了，不算是早产，只不过呢是比预产期提前而已。但是思思是头胎，所以她害怕没有经验也是正常的。但终归是因为你们公司给了她太大的压力才出问题的吧？你看她挺个大肚子，每天忙着审计，加班熬夜，这不才导致提前生的？是的，是的，这确實是我們的失察。但是我們呢，也確實沒有收到思思的假條。如果她覺得她自己快要生了，承受不了那麼繁重的工作，那她只要提出申請，我們一定是會酌情減輕她的工作量的。她之前跟我說過，你們老闆呢特別歧視女性，總覺得女人事兒多，老請假特麻煩。她是害怕失去現在的工作崗位，才一直拖着不敢請假的。而且你們公司本身這個制度就是不合理的呀。反正你們要是不給我們賠償，我是肯定要到勞動仲裁投訴你們的。那你想要怎麼賠償呢？起碼這個醫藥費、休養費、精神損失費，這些都得你們出。思思是打算在家坐完月子就辭職不幹了嗎？怎麼這麼說啊？我特能夠理解你作為老公、作為父親的這種心情，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夠冷靜。你今天帶着記者來曝光公司，思思應該不知道這件事情吧？你怎麼知道的？因為如果他要是知道，他一定不會讓你來鬧的。你想呀，你今天帶着記者來公司鬧，賠償金你拿到了，但是思思呢？你有沒有考慮過她以後在公司的處境？你們剛生完寶寶，各個方面都需要錢。如果思思因為這件事情影響工作，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了出這口氣，值得嗎？不是，那你們什麼意思啊？總不能就這麼算了吧？我孩子可是早產啊。是，鑑於思思確實是在公司發生了這種突發情況，我也會跟上面協商，這樣這次的住院費、醫藥費由我們公司來承擔，其他的咱們互相體諒，你覺得呢？應該可以。這位是總裁助理，他的話直接代表總裁。那行吧，那就按你說的辦。敲詐，這是赤裸裸的敲詐。我說王林，你怎麼就答應了呢？當時那種情況吳總，您別怪王林，這是我的主意。思寧啊，這種先河不能開啊！是不是所有的女員工叫上老公，帶上一波人上門敲詐，我們都要接受啊？這怎麼可能呢，吳總？但是陳思思確實是在例會上出現了這種狀況，而且醫院也給出了報告，她是未到預產期。如果她老公真的鬧到仲裁，我們也會很麻煩。這件事兒就按你說的辦吧。謝謝吳總。那沒什麼事兒的話，我就出去了。哎，等等，思寧，你回去以後馬上叫人力資源部制定一個新規定，所有未婚未孕的女員工，懷孕備孕期間堅持挺着肚子來上班的，必須跟公司簽訂免責協議，否則一旦有任何閃失，公司概不負責。吳總，這樣不太好吧？吳總，我知道您在說氣話，因為人力資源部一定會拒絕擬定這個制度的。這個制度違反了勞動法，孕期的員工是受法律保護的，
他们之所以懷着孕還來上班，也是怕耽誤公司的工作。而且誰也不會拿肚子裡的孩子去當籌碼，就為了勒索公司那點錢，你說是吧？沒錯，你說的對，我也知道，我這個空降總裁啊，有很多人不服。現在也只剩下發發牢騷的權利了。吳總，您也是為公司着急，我們都很理解。但是4年啊，陳思思再回來上班，立即調她去遣散部門，再不能給她重要的職務和工作，薪水和獎金方面全部按照比例下調。這個我可沒開玩笑。我給她充分的時間調養身體，照顧孩子，省得她一有風吹草動，她老公又來公司鬧事兒。明白。去吧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